想要把植物种好，有一件事情不能马虎，那就是施肥。至于要施什么肥，要施多少呢？今天带大家一起帮植物施肥，希望今年也可以有漂亮的植物陪伴在我们的身边。Hello，大家，我是 Wendy，已经3月了。3月对于种植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月份，因为春天来啦，需要给刚睡醒，就是从冬季复苏的植物一点养分。所以通常呢，我会在3月做一次全面性的大施肥。不仅是我们家有果树、花朵啊，还有家里的这些室内的植物，甚至连草坪，我都会做一些施肥的动作。但有些植物我这一次不会做施肥，比如说正在盛开的花，我会等到它凋谢以后才会做施肥。还有我才刚种下去的种子，它们已经有底肥了嘛，还在发芽长芽的阶段，这些东西我就这一次就不会做施肥的动作。就是我看到我的酪梨已经会有花苞了，花果的部分也是都长新芽，看起来就是已经复苏的状态。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是蛮适合帮果树施肥的。那大概讲一下我会施什么样的肥。针对果树呢，施一些自制的堆肥啊，还有粪肥的部分。通常我会用牛粪或者是鸡粪肥都可以。鸡粪的话，好像说肥力会比较强一点，所以我可能用的量就会比较少一点。施肥的时候啊，应该要把肥料撒在植物浇水的位置，也就是植物的叶子往下延伸到土壤的地方。施在这个地方，可以随着水渗透到土壤之中，更有效的吸收营养。如果施在比较接近树干的位置的话，可能就没有办法吸收得到，甚至有可能会出现烧根的情形。那如果是花朵啊，或者是这些室内植物，我会比较倾向用复合肥，就是有一种蓝色粉末，然后可以溶于水，这样子去浇灌它们，会比较方便。那好像对于这些植物的营养也挺全面的，就不用特别去记说什么植物需要什么样的养分。我是看它的说明啊，1 tablespoon 配1加仑的水。买水的这个瓶子它是1加仑，我就照它的比例去调。因为这是春季大施肥嘛，我就照它的比例调。但是平常的时候啊，可以1加仑的水对这个1个 teaspoon 的肥料去浇它，这样子肥力比较少一点，就可以比较频繁的浇。那针对草地的话，我会用草地专用的肥，主要应该是氮，因为氮是让叶子生长的比较好的一种营养，所以就是会选那个草地专用的肥料。然后也要记得啊，就是尽量不要在连续下雨的时候施肥，这样子的话，肥才刚施下去，马上就被水冲走了。就浪费啦，所以通常我都是先确定一下那个天气的 app， 后面大概2到3天以内是不会下雨的状态，那我再去做施肥的动作。我之前有买这种可以撒的比较均匀的撒子的工具，也有更大型，但是我家的草地其实才小小的一片而已，所以我就想说用这种小型的工具就可以了。那我
算了一下，我家的草坪大概500 square feet 左右，我也是参照就是肥料袋子上面建议的用量，去算出实际上需要多少肥料用量，我们才避免不要施太多肥，也不要施到不够。我是刻意等到3月底的时候，气温比较温暖了一点了，大概在华氏的50度以上，或者是摄氏的10度以上，比较能够发挥这个肥料最大的用处。我今年的话也是3月才开始整理我的菜床，种植过植物的土壤是比较板结在一起的，就是我们需要用铲子或者耙子把土松开，然后让它晒太阳。我都是先翻过一次，然后让它晒个2-3天，接下来再翻过一次，再让它晒个2-3天。我的底肥也是用粪肥，也就是牛粪或是鸡粪，然后我应该都会混一些，然后还有我自己做的堆肥，我会收集一些蛋壳磨成的粉，发酵过后的咖啡渣，还有我会加一点 peat moss， 可是之前买的还有剩，我就可以再放一些进去，就是不同的营养素，让那个植物会生长的比较好一点。那这个底肥就是这样子，因为现在趁还天气凉凉的，可以还种植一些喜欢凉快环境的植物。至于我前一阵子播种那些种子，它可能才刚发芽，它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成长。那在这个空窗期，我就先种植一些我在更早以前就育苗的蔬菜类。我之前不是很爱种这种叶菜类，很大的原因就是虫其实也很爱吃这种叶菜类的植物。有人会是去手动抓虫，这件事我心理上还没有办法克服，所以我主要是先用网子把它们全部罩起来的方式，这种物理隔绝的方式，那样去减少虫害的发生。其实我以前不知道需要防虫网这件事情，所以我那时候设计菜床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块。防虫网是之后才想到对，会需要防虫，所以我才买了2个防虫网的布，横向跟直向，把整个菜床包起来，然后4个边。我就用那个黑色的夹子把它们全部夹在一起，中间呢包起来以后我就进不去嘛，但是我需要去比如说采摘啊或是浇水啊，那就会比较困难一点，就是进出会很困难，需要从下面翻起来，我都会觉得不太行，所以我就缝了一个那种磁吸式的拉门。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做到底好不好，反正目前为止是先这样实施，我觉得还 OK。这样子我每天需要去摘点菜，或是我需要浇水、施肥，或是抓虫 maybe， 那都可以走这个门出入，就比较方便。那真的不行的话，再指派我老公去抓虫。对，现在目前计划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这次想要挑战种豌豆，我查了一下，好像说豌豆最后可以种植的月份就是3月，所以我打算趁着3月再种一批豌豆起来。所以我现在就是豌豆、A 菜、菠菜，还有茼蒿。我另外还加了芝麻叶跟一个忘记什么菜了，我会打在旁边。就是这几种叶菜类，希望他们可以活得好一点。之前的话，我是因为我的地还没有整好，我就把种子撒在盆栽里面，想说等到种子发芽，然后地也整理好了以后，我再移到地里。后来发现我已经很小心的，尽量不要伤到它的根跟茎，但是它还是萎靡了好一阵子。现在过了应该有快1个礼拜了，才好像有一点复苏的状况。之后下一次我要做应该是不会这样子做的，我可能会去买那种小格子的育苗盆，就是连土一起移植，而不是像这样一大盆啊，你要把那个根跟土分离是有困难的。下次可以再试试看新的方法。
这2只猫咪啊，刚铺好防虫网就马上来躺着，真好笑。这就是今天的分享的内容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我们下次见喽。